大家好，上一次呢，我抽中了香港免费机票啊，是国泰航空的。那么这几天呢，我准备出发了啊。前段时间有朋友呢咨询我这个去日本的事情啊，然后呢，日本签证他也办了，办了之后呢，由于日本什么河的水的问题啊，就不去了啊。那么跟他说也没用啊。本来的话我还跟他说，我说这个机票不是反而便宜了吗？你这样去不是更便宜了吗？价格啊，刚好呢，他准备跟我们去香港啊，去香港的话啊，问题又来了。今天是9月8号啊，就是9月8号凌晨，不是深圳和香港都发大水嘛啊，就是香港说起来是百年一遇啊，130多年来这么大的水，就是短时间内有600毫米、800毫米，什么概念？6米的水啊，8米的水啊！香港的下水道一直被称为是有良心的下水道啊，因为下水道这工程是看不见的嘛。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办啊？现在发大水了，而且黑色暴雨啊，这个消息还是我发给他的。如果说我不告诉他的话，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消息。然后呢，他就怎么办啊？我呢开玩笑说，那就带着游泳圈去呗。然后他就又非常担心啊，要么推迟几天啊，或者说取消啊，或者怎么样子。我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啊，但是呢，我呢是一定要去的啊，我必须去。而且呢，后来我不想吓唬他了，我说。你去不去，航空公司会告诉你的。如果说能去啊，航空公司飞机就会起飞的；如果不能去，航空公司飞机是飞不了的啊。这飞不了情况下啊，他是被迫把你的人就是合同啊违约了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反而会获得一笔赔偿，你横竖都不亏的。你不要自己去取消，我就担心他自己取消，然后亏大笔钱。刚好呢，今天8号啊，8号呢下午的时候4点钟的时候。香港取消了黄色警报的取消了，现在等于说香港现在风平浪静啊，没有问题了啊。其实澳门都没什么受影响啊。暴雨啊，我跟他说了好几个理由，我说其实反而是我们没有去知道暴雨这是好情况，他先把这个灾难或雨啊先下了，潮起之后啊总会有潮落啊，不可能一直在潮起吧，这一直在涨潮吧，是吧？那他看这个天气预报后面几天都是下雨，我说天气预报。如果说短时间内的预计1天内的，那我觉得还挺准的。但是越往后面呢，它其实越不准啊，这概率就是越不准，就跟那个玩球赛一样啊，就是世界杯，你能预测的谁是冠军吗？啊，但是如果说你预测这个队跟那个队的话，你很有可能是预测准的啊，这概率的问题嘛。所以说要用各种科学思维啊。所以说我就想说一个什么，就是弹坑效应啊。比如说就像今天啊这个黑色暴雨的事件，它其实是反而对旅行者是好事情啊，因为它把这个雨都下完了。你不可能说啊，刚刚百年一遇，然后呢，我们又去的时候7天一遇啊，就7天内2次黑色暴雨，不太可能这种事情，是吧？那所以说呢，这个对你来说反而是更安全的事情啊。有些人就是这个没有这个逆向思维，我觉得。而且如果说啊，真不能去了，航空公司飞机不会起飞的，飞机只要能起飞能降落，说明肯定这地方能去。飞机能起飞能降落，说明这个地方肯定能开车，基本上基本上可以这样判断，是吧？而且这个还是。民航的客机呢，不是说这种军事的用途啊，或救灾用途啊，应急救援的用途。所以说这种叫旅行中的弹坑效应啊。什么叫弹坑效应呢？就是打仗的时候，如果说对方一个炮弹、手榴弹过来了，然后把这里炸个坑啊，很多时候打仗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会跳到，就是我要防止我再被炸嘛，我要跳到这个战壕里面去，这个坑里面去。为什么？刚刚这个炸弹把这个坑炸出来了，我要跑弹坑里面去，这个弹坑不太会。第二次再次被炸啊，概率问题，对吧？已经炸出坑了从对方的战略战术来讲的话啊，也不太会连续2个手榴弹同时压中这个地方，这就叫弹坑效应啊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逆向思维啊。我觉得如果说之前有朋友也跟我讲，他在日本遇到了这种洪水灾害特别厉害，天天电视上放啊。还有的话就是这种地震啊，日本这种灾害特别多啊。那如果说某个地方大半比如说很大的暴雨那么暴雨过后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去，基本上再次暴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啊，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呢，大家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